错。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了。蓝色方是杭州 LGD NBW， 红色方重庆狼队。两边都是来到了自己在这个赛季最喜欢的一个选边啊。红色方的狼队胜率也非常高，有74%在联盟的第二，而 LGD NBW 的话，他们目前的选蓝次数也是在这个联盟的第2位的。是的 ，LGD NBW 除了搬了空空儿，还搬了个火舞，想拿沈梦溪。然后右边狼队是常规搬鲁班大师，还搬了手关羽。好像小洛近2场比赛的关羽经常上班啊，上对手的班位。没人能在喵的暴躁节奏里战胜本猫。其实我刚刚听到那个赛后语音的时候，最后他们局内结尾有对小明进行一个夸夸嘛。因为他们在之前的话，中单位置也做了人员的轮换，上一把的那个真机，其实小明在这个赛季是没有赢过的。但是他说他私下苦练了30把，没有白练呀。对呀，确实没有白练。最后一波跟小洛的狂体接 combo， 小洛吹起来2个，然后他抬起来了3个。狼队直接张良大司命，3楼看情况。没错，防刷席卷之处，皆为我的猎手。小九的歌呀，在对峙到快手的那局当中，他也是拿到了 MVP， 这把还给他配了个太乙真人，当然也是为了应对对面的这个张良。张良加大司命这套体系的话，狼队这个赛季拿了3次都获得了胜利啊。还有昨天有一把5楼的大司命，这把是直接张良大司命加王昭君。算是他们的一个吃分点了，是他们的大司命加张良，胜率是3战3胜。刚刚给的是张良、王昭君的胜率。对，狼队后续搬掉阿古朵，小白熊这边正面能顶的英雄还有凯。现在他能拿的凯、梦琪这2个英雄，但梦琪打大司命，如果开局不利，就会像昨天一样。确实野区就会被大司命打烂掉。但好在中路跟下路其实还挺强的 ，LGD 这边。LGD NBW 直接搬掉了归期的马超。感觉狼队关羽要不要也再搬一下？关羽已经搬过了。哦，1楼直接搬掉，也是为张良做了布置啊。元哥这个很针对了。哎，确实，这是小洛啊，在赛场上打出过高光画面的元哥4杀，对，但没胜，比较可惜就是没赢。但是画面感是十足的。而且元哥也是可以去对一下张良的。后羿、敖隐全部上班。这一局归期的7边英雄，还有他玩的比较多的影也能带线，包括夏洛特也在。甚至司空震。司空震的话，就是想要去拿一条优线。李元芳。李元芳的话是风萧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英雄。李元芳打，而且换成孙尚香了。这孙尚香虽然在风萧手中这个赛季胜率挺高的，但是这一盘他的队友不太好保他，就是他得拿一个自己能扛压的。这也是为什么对面搬掉了敖隐和后羿嘛，最后是选择了一手守约。所以有3段位移加上视野优势。对。如果这盘真的打到后期，那张良大招确实可以用来保一下。影被小洛先拿下了，然后马超在班位。是的，小洛这个赛季也非常喜欢玩影啊，拿了10次，赢了6次。最终小白熊还是拿了一个能扛的梦琪。这盘因为线上的队友强度都挺高的，他只要开局不做这种冒险的换野的动作，老老实实的升到4级。这样就看狼队对抗路的话，这把司空震、达摩感觉都可以。司空震再补个输出点，毕竟他们的打野位是一个弹野，偏扛伤的。小胖大司命他非常顺的情况下，分均经济能有850左右的时候，那种情况是能扛又能打。没错。但一旦这把他的分均经济低于他胜场时的场均10分钟经济情况之下，那就只能扛了，还不一定扛得住。所以这一盘开局的一个布置也很重要。小白熊这个英雄他不具备开局反野能力，最多就是去换野或偷。但是昨天我们看到了，换野的情况之下，只要狼队这边
有意去留你，你还是很难跑出来的。所以在前期的话，感觉还是先以稳线上抢夺双边的一个中立资源为主比较好。然后狼队这套阵容的话，大司命感觉是可以考虑选择中开，然后带着王昭君一起转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或者就是队友先帮他打一组野怪，然后再过来一起吃中。最好就是张良，因为张良这样可以让大司命享受到100%的这个兵线的经济。王昭君可以直接挂边，这种开局的方法我们之前见过。是的。两边从阵容的结构上面来说的话，狼队的阵容还是偏手长一些的，他们的攻击距离都是比较远的。对，都是可以去做一些拉扯的。而 LGD NBW 的话呢，这把就非常讲究他们的一个突袭的成功率了，因为都是一些非常吃近场的英雄，得有一个比较好的抓机会能力。但这套阵容才是这个赛季 LGD NBW 玩的比较多的阵容模型了。没错，就小白熊主承伤和开团，然后小洛拿的是一个偏团战输出的核。而且两支队友的话，他们从 MVP 的一个分布上面就能够感觉到 LGD NBW 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大家就是拿的差不多，没有说非常断层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们整体第2轮表现就是都比较稳定嘛。然后主要是打小龙那边的一个节奏，但狼队这边就不一样了。小胖这边的话，他的一个 MVP 次数目前已经来到18次了，是完全断档的一个队内 MVP 的次数。没错，他是 MVP 榜的榜首。所以整体狼队的话，确实也是比较吃到他的一个节奏啊。这把也是拿到了他自己非常擅长和自信的大司命。来看一下整体的发挥，蓝色方是杭州 LGD NBW， 红色方重庆狼队。我是解说一炫，我是解说潇洒。这把很正常的一个开局啊，小胖甚至都没有中开，对，就是一个正常的刷野。上路小鹿好谨慎，看到张良直接交闪现。下路的话，1v1上面哥大在前期还是比较不错的，也是拿到了这个劣质。那就看空间之灵的争夺了，因为大司命那边刷的很快啊，队友帮忙提速了。3级不到4级直接过来，马上生死吃一个兵就4级，直接要想杀小洛。这个1技能的位置还不错，而且2技能也滑到了，有机会甩起来。第一滴血的话是给到了1胜，这是前面的一波伏笔。小洛在被张良抓的时候把闪现交了，再加上狼队刚刚有意去帮小胖的大司命提速，提了红 buff 的速，导致小胖那边很快就赶过来，虽然没4级，但伤害够了。没错。而且他刚好走到那儿的时候，这狼队那边的前排兵残了，然后小洛想吃那个兵，就往前站了。这个开局狼队是比较舒服的。问题就在于这个1血没有给到小胖，如果给到小胖的话，那就锦上添花。没错。纯赤阳眼里，你总要为自己做事。不过他们前期这样的一波抓边的话呢，是卡了一下小洛的发育嘛，然后同时医生这边马上也要快到4级了。哦，3个人全部看好 LGD NBW。这个确实会，这个比较少见一些啊，因为狼队他们其实是背靠背作战，在今天，对吧？他们昨天是刚刚打掉了广州 TDG， 而且是零封了对手的。昨天打得挺快啊，3比0。讲道理，虽然是个背靠背，我觉得狼队这边应该压力也不是很大，并且是在自己的主场嘛。不过看到 LGD NBW 今天确实整体上来调整的是相当不错的。上路抓一波归七，想逼个大招。沈梦溪前期这个伤害量2一踩，哇，差一点点。小明休息的这段时间，真的是沉淀出来了哈。没错，今天的整体表现都还挺好的。其实小明在之前他就是一个前期节奏非常主动的选手，他的1血次数在中路位置的第4位。他在之前可能暴露出来的一些需要调整的问题是在于拿到优势的时候容易会出现掉点的情况。
刚才上路那波沈梦溪的伤害拉满了。哎，下路这波戈亚也是大招直接盖，而且沈梦溪在侧面又是跟上了伤害，小白熊最后拿到了这个击杀，死环交了一个闪现往后走了。哇 ，LGD NBW 这波攻势来的非常的果决啊！是的。刚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风萧的大招是往戈亚那边跑的，然后再闪现回去，相当于这一来一回没有动。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控制技能他要躲。而且这么一打的话，4分钟前发育路就是一个 LGD NBW 的优线，可以先占这个河道草。这上下路包括中路的对位经济上 ，LGD NBW 都是领先的。狼队这边有优势的就是小胖这个大司命，没错。但龙第一时间被拉脱了，在做牵制，然后让龟骑把上路去解一波线。这样小胖惩击是直接交给小洛了。哎，那这条龙的话应该就不太好去拿了，因为4公阵在上路断线，他们也没有准备要打这波架，下路又抓风萧，又来找，而且是没有闪现的，要倒，无处可逃。然后狼队是打反边节奏，反紧蓝 buff， 这种做法就是保证打野之间的打野的发育。但张良王仁君说实话，他不能一味的去帮抗压社那边，他就是要帮打野提节奏选出来的。是的，要去只能管抢节奏。一条线，那就打对边。对的。目前就是在打野的对位经济上面，小胖会领先；射手的对位经济上面，小九会领先。射手的对位差距还不小，是的，差了足足700块。再来看一下，我看一下这波，小魔气炸，然后风萧这个是失误了吧？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有什么东西控制威胁到他了，但是再看的时候感觉是没什么威胁。这2波下来之后，他的经济就有点小崩了，只能看大司命跟张良、王昭君的配合了。这一波张良也直接摁，然后和王昭君接了一手 combo， 但是有套了个复活，站起来等队友过来。小明还能杀这个位置卡不住龟妻，这边大招也开了，子焕最后拿到这个击杀。然后大司命把梦琪抽残，再准备进一波野区。对的，不过队友没往这边靠的话，这个野区也没有那么好反。目前的话，小胖也是一个全场的最高经济啊。因为小胖不敢放1技能进去，放1技能进去可能就会被留。他还要留着1技能跑路用。这波感觉在墓地上面的话，狼队是分成了2个想做的事情。不过接下来这波蓝区看一下，站位的话应该也是控不了了，选择往下路去压一波，压一下小九的线。点掉。全场最高经济还是小胖的大司命5000，随后的是小九、小洛啊。对的 ，LGD NBW 的2条边路。是妖术，但是道。按照这种发育的节奏来说的话，确实好像又要去拼一个团战了。这也是今天在 LGD NBW 第1局打完之后的语音回放当中，应该是他们的教练说的一句话。是的。那我们如果从团战的角度来说，先看下小白熊的一个先手打出了子焕的一个闪现，然后回头张良加上王昭君直接打了一波配合，他以套了一个复活站起来交闪现，小罗威往后走，龟骑大招一开往里追，带着一个红 buff 这一枪，但最后的话呢，对面是没有人倒的，只是状态被打低了。红 buff 快刷了。看一下狼队有没有要进攻的想法，不过他们自己也交了不少技能，而且然后小胖状态不好，对他状态太残了，追逐进不去。这段时间狼队只能说对抗打赢了，就拖一下双边的发育。最终这套阵容的输出量还是要靠双边。是的，因为小胖这把的经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他也仅仅是一个对位优势的大司命。不过两边这个阵容发育起来的话，其实中期团都有博弈的空间。狼队就比较吃先手的那一套，然后是有这个拆分战场能力的。龟骑大招没好 ，LGD NBW 4人包过来，想包的大招好了，得赶紧开。开了一个大招，能拉走吗？这个位置有点难，卡在了赤甲的环境当中，隔墙也走不掉。
最终 LGDMBW 5个人都过来了，不过这波4公阵小胖有点想收，拖了对面很久，且对面交了很多技能，掉了很多状态，这样可以反压一波中路1塔。小胖这边是1技能卡住蓝区，然后风萧把中塔给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小洛溜到了狼队的红区，发现了一个红 buff。哎，他说既然你们第一时间没拿的话，那赢也是可以拿到的。主要是这把归期比较吃红，4公阵比较吃红。对，前面就已经给他让红了。对。但这波红 buff 因为归期的阵亡导致他拿不到。但是狼队毕竟也推掉了对面的一个中1塔，对于他们来说的话也是可以接受的。就张良这个点会稍微好一些。9分多钟了，这个时间点很敏感，不能出现掉点。目前整体的实时经济啊，这把小胖是没有达到自己的胜场平均10分钟经济的，而且差的还蛮多的。就他刷到10分钟的时候，经济应该跟他胜场10分钟的平均经济差不多，估计会差那么一点点。但说实话啊，这把他只是一个人的顺风。就对位上，他的经济确实是有压1000出头，但因为左边在双边的经济都有领先，且中路的经济略微领先。没错，要冲了这一波舔到，但第一时间跟不上。先打一波状态，大司命半血摩擦一下，但是在正面的一个前排质量上面的话，梦琪这个点可以卡住狼队，他冲视野的能力第一时间没那么强，他得拉扯，慢慢拉扯进来。这个龙拉脱了，狼然后狼队队在给危险。抢一波中线。是的，也说到他们的英雄都是手比较长的，不断的在保持一个身位。让两闪，张良直接闪呀，摁的相当不错。然后方面的话，梦琪是卡住了，正面是4公阵进场，第一时间也砸打掉了了出来，太乙和戈亚，而且还能再收一个2连击破。正面影切进去，并没有切掉狼队的后排，只能退出来。这波团医生突发的一波大招控制，哎，等一下，想开啊，但是差点，风萧4血跑掉了。这波归期打出了刚刚那波团的最高伤害，相当于他是在另外一片这个战场一打了个人搜了左右好多夹击。对，主要是先手张良打得非常漂亮，摁住了戈亚，直接把戈亚打得没有输出了，就只能被4公阵追。这个龙不出意外是狼队稳稳控下来，拿到，还而且摁住了再摁一个，持续打掉点。这个时候对面支援过来了，这一个弹射起步找到了归期，终结掉了这个人头。太乙的话透过副 P 站起来，还有机会，能追吗？不好追了，没什么状态了。这波小仔带着戈亚一波反打开团，完成了止损。因为小仔这把他有一个奔狼，他赶了一个速率差。对，他过来之后，直接是越过4公阵，控到了狼队站在河道里边的几个人。然后戈亚配合沈梦溪是先把一个没有大招的4公阵给处理掉了。两边的经济其实整体是没有拉开太多的。狼队的话呢，他们拿到了刚刚的暴君，但其实也没有办法再做更多的事情了，还是先发育。他们拿完暗影暴君之后的相对经济收益反而还是一个负的。看一下第一时间要晕住了，有一个1可以走。这套爆发大司命有点吃不住啊。对。张良闪摁住了又是一个沈梦溪，而且配合上王昭君康布链打上了，他有个复活，要站起来。侧面的话，小胖的进场也被盯住了，但是医生这几波出还有后续，归期开了一个大招，配上小胖进场，先把丝血的小明给收掉了。同时的话，风萧也是在侧面后方的位置收掉了小白熊。哇，狼队的这个后续的哇，又一个1技能，我没看错的话，小胖应该是凭借着2个1技能收掉了沈梦溪对和戈亚。这个相当于末端这个顺延过去的一个伤害。是的，因为当时又是医生的张良闪现过来，开到了对面一个核心位置沈梦溪，配合王昭君打出了一波太乙的大招，
沈梦溪站起来之后被司空震追了，交出自己的闪现，四血跑掉。但是他后边估计想探输出吧，就吃到了远程大司命的一个1。狼队他的一些找机会的能力，医生这2波闪开真的很关键啊。然后包括他们后续的一个团战的进场，对，精准。他第1波只要摁到对面一个核心输出点的话，那双边的进场压力就很小。比如说这波就是梦琪虽然拆的不错，但是沈梦溪已经被打出复活。你看丝血1格血，他想扔大招，然后再丢1的时候被大司命一个1技能给收了。那边小白熊因为撞大招上去帮忙拆火，所以他没有什么逃跑技能了。然后再来一个1，极限。目前看到归期这一把的一个团战的伤害占比高达了37.1%啊！确实，他这把打起团战来的输出环境会比风萧这个百里守约来的更好、更直接。他现在这套出装也是属于能扛能打的。王昭君盖个大，想要百里守约点高地，大司命也在补伤害，这个高地可以拿下。而且感觉狼队控线可以再转中。看看有没有机会，中路应该也能顺势推，但是这波直接撞奔狼撞进去，他也要舔蛋吃到了对面的张良，大招摁住自己套了一个复活，要站起来看一下，又是归期一个人卡住对面4个人打，但是这波是小洛开了一个反甲去顶住了归期的进场。LGD NBW 想要反打，但问题是他们是车轮战，一个一个的上。对，格亚先冲出来，因为他有弹射起伏，配合上奔狼非常快速，先打了一波先手。后续的话，他也在跟这波又有大招的情况底下按，然后打出了一波非常漂亮的 combo。医生的掉点了，对的，医生的这个张良大招把握的时机真的恰到好处啊。对，他这几波大招给的都非常漂亮，都是开了好团，也让狼队在中期僵住的情况底下找到了破局点。对。而且现在狼队整体的一个发育点经济都已经起来了，装备也都做得差不多了。双边的经济硬生生被拖到和大司命差不多经济了。大司命本来前面是全场1号位，这个双边起来之后，团战的输出量完全不用担心。是的，而且司空震跟百里守约大后期自保能力也很强。这也是为什么 LGD NBW 他们会选择之前去做这几波强冲，因为他们只能打这种突袭。但狼队现在只要放司空震，就有大招的司空震去单独带一条线，其他4个人抱紧一点，就不太怕 LGD NBW 的正面冲击。是的。小胖直接把复活甲穿身上，然后医生的张良的复活甲也快出来了。下路逮着了一波王昭君，但是被张良一个门直接拆火摁住。对了，但是这一波他也炸了，也很好，炸到了医生。医生的话反手这边又被影这个进场给卡住了。那正面看一下，又是归期砸了进去，和小胖2个人卡住了对手，斩掉锋芒毕露，小胖拿到。这样中路跟下路还有兵线可以继续打。狼队的拉扯做得比较不错。这一波他们的技能其实欠缺的会比较多一些啊，可以先打人的状态。但是小胖完全不怕呀，一个人先行顶在了前面，配上王昭君的一个大招，自己的复活甲被打了出来。归期的话在侧面配合上风萧的伤害，先把小白熊给收掉了，兵线还在，可以点水晶，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扳回一局。他们的大司命加上张良的这套体系依旧保持着100%的胜率，同时的话这一局在中期的团战当中。医生的张良频频破局，包括小胖和归期上野的一个进场，也让 LGD NBW 的阵型难以招架。我们来听一下评论席的看法。哇，这个就是100%胜率的大司命加上张良，确实。